接下來我們要來特別關心到的是中國大陸的高鐵這一次的里程數破了新高，達到了5萬公里，是世界所有高鐵這個加起來總和甚至達到2倍。我們今天會來特別關注到，包括了這個全球最大大陸的這個鐵路的網絡之外，還有最快的動車，這個是 CR450極速列車如何改寫全球的交通樞紐格局，並且透過一帶一路創造這個貿易順差，達到在去年前11個月兆元美元的這個佳績，並且劍指美國。好，今天就這些議題一起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呢，確實現在呢最新的統計，大陸的高鐵的里程數突破了5萬公里，尤其特別只是在14.5期間就增長幅度高達了超過30%，建成了世界規模最大的高鐵網路。那麼2027為止呢，在2025年7月為止呢，營運的里程已經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2倍，總和2倍。營運目標，他們認為說，接下來1年還要增加到6萬公里，做得到嗎？苑老師怎麼看？大陸的高鐵是一張了不起的名片。我跟你講，我最近跨年的時候，從成都到重慶。我1989年的時候，成都跟重慶我都有親戚啊。那個時候我住在成都，我重慶的親戚要來看我的時候，跟我講晚上8點鐘上車，早上天不亮6點鐘到啊，就整整的話幾乎坐了10個鐘頭，從那個重慶搭那個綠皮車一路晃到成都來找我，然後再搭車來的話呢，整整搞了12個鐘頭。這個交通當中的話呢，我上個禮拜從成都到重慶啊，就是到重慶的沙坪壩，原來我家人就住沙坪壩，1個小時02分鐘。而且的话，为了享受一下，坐了人家给我买了商務艙的票，一坐去哇不得了，跟那個真的坐吧，对不对？不就觉得躺隨便你躺平坐着。我跟你講啊，舒適快速，而且的話呢，裡面一進去的話呢，哇還有人服務，讓我想起當年台灣還有空中不是有車長小姐的時代啊，一見什麼的，這個是講大陸的高鐵的話呢，我再舉一個例子讓大家了解。你看，我們都山東人對不對？我們的首會在濟南對不對？那濟南來講的話，這是比較偏東的，也靠海對不對？但是我告訴你，濟南最遠的一個高鐵站，從濟南到成都8小時。你想想看，這個是什麼概念呢？就是整個大陸，你知道大陸有多大啊？大陸有多大？我們在台灣坐的高鐵，動不動就停下來，10分鐘就停下來，那個高鐵都成了中鐵了。在大陸的話呢，哇，我從成都到重慶，它基本上是完全沒停的，一上去一坐好啊，到了，就這樣1個小時。原來12個鐘頭，現在變1個小時。所以說大家要了解。另外我要講一件事情啊，事實上這邊提得非常清楚，大陸的高鐵只有5%的賺錢，大概就是從北京到上海這一段，就是5個小時到這已經是很不得了。現在從北京到上海能夠不坐飛機都沒有人坐飛機，這個高鐵又安全又方便。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你要了解這個制度。大陸在考量的時候只考慮社會平等、社會主義的國家，問到大家出行是不是方便，沒有考慮到什麼錢不賺了就把這條取消了。沒這回事兒，大家都要。現在的話呢，有很多人就是到新疆的時候，到烏魯木齊去也搭高鐵12小時啊。那為什麼？這個肯定賠錢的嘛，對不對？因為那個整個製造的那個成本多大啊。那麼另外的話呢，我們講大陸有很多的大型工程，他們都是不計成本，目的是什麼呢？目的就是為了改善民間的生活，要把城鄉的距離拉近。你看我們現在台灣不大，對不對？但是台北跟台北以外差距多大？啊，那大陸有這種問題嗎？你大陸可以找出一手可以拿出10幾個城市，他們都很好。比如剛剛我們委員講說啊，常常到上海去。大陸現在像上海的城市多得不得了，你到合肥看看，你到徐州看看啊，你到什麼臨沂看看，人家也沒有很差的，他們照樣有工作發展的環境啊。這個才是一個國家應該做的事情，這個就叫社會主義，就是不顧成本，只為老百姓的幸福。好，高高老師幫我們特別看到的是，這個是全球最大，目前為止在中國大陸最大的一個高速鐵路網。那除了全球最大，我們來討論全球最快。趕快來看到這個動車，這個是 CR450的動車，現在呢已經創下了幾個重要的記錄。首先看到第一個，單列時速453公里，那相對的交會890公里每小時的世界紀錄。幹哥又怎麼看？啊，就像苑老師所講的哈，我跟你講，你認為從這個北京坐到那個烏魯木齊那個路線會賺錢嗎？不是只有這樣而已。國鐵集團，它2026年它要投資2000億人民幣，哇，聽得頭都痛了。2000億人民幣，你要幹嘛？它要開始測試那條叫成渝中線，就是成都啊，在那個四川的那個成渝中線那一條路線可以讓你跑到400公里，現在還沒有。現在大陸最快的叫350公里的動車，也就是高鐵。現在我們要跨到400
公里以上。那這一條路線要測試，就是用成渝中線來測試，投下大量的金錢。為什麼？因為一定要達到400公里以上，這樣子對大陸國內的民生經濟以及它的戰略的規劃有很大的影響。你說350已經很棒了，為什麼還要再快，對不對？你說那個商務艙已經很舒適了，為什麼還要跑那麼快呢 ？No， 我就是要跑到450公里以上，我才能夠真正在縮短城鄉之間的差距。這樣子，在未來的這個民生經濟的調控上面，他們才會用高鐵這個數字來當做一種依據，可以調控。而且我跟你講，它整條路線哈，它現在在測試之中，他說沒有到60萬公里啊，不能開始營運。為什麼？我們台灣的高鐵什麼從什麼南延到什麼屏東，那只要你跑2趟啊，可以就上了。它不是，他們說沒有跑到60萬公里，60萬公里可以繞台灣好幾10遍了，對不對？它一定要測試到那個地步，代表說我的高鐵就是我的動車已經有那個技術水準，我才能夠開始賣票載人，而且整條路線你知道嗎？它還減輕它的鋼架的那個重量，然後用新的鋁合金技術，也就是說，你現在去看它那個，你光看那個火車，就不是火車啦，高鐵那個車廂，你光看那個車廂，你就會覺得說非常流線型，非常摩登而現代化，對不對？沒有，它現在連那個鋁合金材質，它都盡量把它減輕，而且它還有什麼？就是說你到站的時候有轉換站的那個設施有沒有？它連那個材料，它都把它輕量化了。所以你就然後再加上一定要的人工智慧啊，將來這一條路線上面的動車都是用人工智慧來操控的。現在人工智慧也許你可能會發現，在就是說就北京到上海啊，或者上海到浦東啊這些路線上面，你也許看得到一些應用。但是将來像它這樣子的，就等於是極速高鐵，它完全是用智慧化的控制。那我們到時候會看到更令人日新月異、更不敢想象的特別新穎的技術在我們眼前展開。是好，所以我們看到大陸的這些新技術之下，許多媒體也報道，現在大陸的這個高鐵的技術已經超越了日本跟法國。但是當然了，還是有一些媒體去酸有關於大陸的國鐵，他說呢存在龐大的一個負債。這是來自於《明報》的報道，他說中國大陸的國鐵總負債6.2兆人民幣，只有5%的高鐵路線是有盈利的。那大家就在看說，為什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大陸要背負這麼大的債？當然，日經就出來幫忙解釋，他說呢，2025年大陸靠這個貿易順差45%都是來自於“一帶一路”的國家，佔比超出美國出口的24%，是歷史新高。而且呢，在去年前3季，尤其是到11月以前，大陸更是創下1兆美元的貿易順差。靠的就是這一些“一帶一路”，還有這些基礎建設的輸出。委員怎麼看？這是成為對抗美國貿易戰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項目嗎？這當然是啊，這牽涉到很多的問題啊。我們先講對內啦，對中國大陸來講，它的運營高鐵根本就不是為了獲利啊，它的運營高鐵是為了要解決剛才苑老師、剛才幹哥都提到的民生的問題，解決民眾最基本的需求、交通需求問題。更重要的一點是，因為高鐵讓中國大陸可以做到鄉村城市化，這才是關鍵問題。各位知道，對中國大陸來講，如何擴大內需，如何拉高收入，如何推動這個鄉村地區的發展，讓他們能夠更現代化，這是關係到中國大陸接下來的經濟動能啊。就如果越來越多的鄉村能夠城市化，那麼它當然消費的能力就會變強，然後接下來這個土地的價格會變高，然後接下來更多的企業會入駐。那麼對中國大陸來說，這才是真正最重要的經濟推手。所以高鐵就是這樣的一個工作。否則大家想想，我們不要講中國大陸，就講台灣好了。你看看台灣為什麼每一個這個縣市都要爭取高鐵設站？那我高鐵設3站不就好了嗎？就台北、台中、高雄就好了。為什麼每個地方都要？因為你只要有高鐵的地方，你就可以帶動區域的發展了。這是蛋黃跟蛋白的概念了。交通是促進地方發展最重要的關鍵因素。這個我相信一般的觀眾都有這個概念吧？你買一個房子，你不會買一個交通不便利的地方啊。對台北市來講，哪裡有捷運，哪裡的房價就漲啊；哪裡沒有捷運，你要房子賣貴一點都不容易呢。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對內它達到了鄉村城市化，它帶動了整個中國大陸內陸的大規模的發展。那對外，它的一帶一路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除了推動對外的貿易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過去馬六甲海峽這樣咽喉的限制。北京政府不止一次的提到過，馬六甲海峽就是中國大陸甚至整個這個西太平洋這些國家最重要的貿易的咽喉，因為所有的物資都要經過馬六甲海峽，否則大家幹什麼要去搶南海的主權呢？不就是因為馬六甲海峽嗎？可是因為“一帶一路”，它突破了馬六甲海峽的限制。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